前段时间，菲律宾媒体播出了在南海岛礁附近拍摄到的02导弹艇高速航行的视频。我国某些媒体平台传出了02导弹艇停泊在南海岛礁的港口内。以上信息表明，中国在南海多个岛礁开始长期部署022导弹艇，应该是作为反制在南海活动美国航母编队的重要杀手锏。022导弹艇最为重要的是它的隐身外挂设计，有效减少雷达反射面积。时隔10多年，如果把隐身涂料涂在02导弹艇上面，隐身能力更上一层楼。它更加恐怖的是战舰杀手。然而这款隐身导弹艇并没有退役，还在南海找到了新的合适战场。中国如何有效防御南海建设的岛礁基地，而且又不需要占用大量主力战舰？022导弹艇是最佳选择。022导弹艇排水量少，吃水浅，能在南海的岛礁浅海区域活动，而且能够依靠岛礁复杂的海况作为掩护，利用自身雷达隐身的优势，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现在022导弹艇主要作战目标不是越南和菲律宾等南海附近国家，而是经常来搞事的美国海军。之前美国海军曾经派过滨海战斗舰来过南海，不知道是否被022导弹艇高速隐身性能以及8枚反舰导弹吓到。美国海军不再派这类战舰，而是派伯克级驱逐舰，后来还派出了航母编队。022导弹艇在南海真的要执行航母杀手的任务。022导弹艇肯定不是去独立反航母，而是依靠中国海上、空中和太空多重侦察体系获取美国航母信息，再发射反舰导弹攻击航母。以前022导弹艇装备的鹰击83系列亚音速反舰导弹，射程不足300公里，速度低于音速，反航母能力太弱。不过022导弹艇有2个巨型隐身的导弹发射舱，可以换装新型反舰导弹，例如鹰击2超音速反舰导弹，或者鹰击18远程反舰导弹等最为先进的反舰导弹，单发杀伤力足以击穿航母侧面，破坏它的机库。这2款导弹射程超500公里，022导弹艇只有悄悄接近航母500公里内即可发起有效攻击。而美国海军招牌宙斯盾防空系统探测飞机和导弹性能一流，但是对海搜索能力就不是它的任务。而从美国海军装备的雷达来看，舰载反舰雷达性能平庸，几乎没有考虑过探测小型或者隐身舰船。而在美国海军的作战思路中，所有作战舰艇都是为了航母和舰载机而服务的，航母是舰队的眼睛，也是主攻手。这样的尴尬，美国海军的舰船自己难以探测022导弹艇，而美国海军的战机和预警机也没有强大的对海上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假设022导弹艇涂上隐身材料，可以利用海上波浪实现雷达隐身，想要摸入航母编队500公里是大概率事件，甚至突然出现在美军舰船视野以内，吓他们一跳也是有可能的。何况022导弹艇攻击模式或许是美军提出的分布式打击，多艘02从不同方向同时摸向美国航母编队，这种战术简直防不胜防。022导弹艇依靠岛礁基地进行机动防御，补齐了航程近的短板，成为岛礁保护者和航母杀手。如果美国以为搞了南海就可以分散中国海军的主力舰队的注意力，那么他们就想多了。美国海军还是想想怎样在02导弹艇组成的狼群中活下来吧。近日，美联社称，此前美空军的一架飞机飞往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空军基地的时候，遭遇了高空激光攻击，并且攻击时长达到了约1分钟之久，直接导致机组人员眼睛受到损伤。目前，这个案子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接手。根据美国公布的消息，这次激光攻击很可能是来自佐治亚州的维达利亚东北部，因为激光可以发射的距离非常遥远。首先，这件事本身其实是不值得关注的，但是美军这番动作却带着几个十分可疑的点。其一，美军为何大张旗鼓地寻找凶手线索？其二，飞行过程中的飞机是如何被激光攻击到飞行员的眼睛的？首先，根据疑点1来看，虽然联邦调查局已经确认这件事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佐治亚州维达利亚东北部，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难道美国最后不会在找到凶手后表示这是透过派来的奸细？毕竟联邦调查局这次还对外悬赏，提供了$2500的悬赏金额，来求得一个不知真假的嫌疑线索。其二，激光武器照射的距离越远，攻击能力越弱，相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一个什么样的激光武器能够照射到近乎数百公里外的高空飞机的驾驶舱呢？而且一架正在飞行中的军机被来自地面上的不知道是谁的人拿着激光武器攻击到了，并且攻击时间长达1分钟，直接射伤了飞行员的眼睛。这架飞机飞行速度又有多慢，又需要的是多大能量的激光呢？而这样的激光又是普通人能够掌握的吗？
当然，也许这架飞机的飞行方向正好和激光照射的方向是相对的，所以才能被照射这么长的时间。但是激光武器的能量这么大，也可以说是美国对武器方面的掌控并不严格，所以能够有人可以在远距离直接射上飞行员的眼睛。但是就像是有网友说的，难保这次不是美军自导自演的，毕竟美军这么多年以来冤枉外界使用激光武器攻击美国的次数还少了吗？在前2年，甚至直接或间接污蔑中国的次数就有近20次。在去年，美国军方还指控其军机在关岛附近遭遇中国海军舰艇上的激光照射，还言之凿凿地表示，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依然被 P8A 所发现。所以还是网友说的真话，这口锅很有可能会被美国给扣到中俄头上。毕竟能让美军在经济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依然花费巨资悬赏一个不一定是真实有用的线索的，也就中俄2国了。最后不得不说，美国现在在对阵中俄的时候，越来越不讲武德，手段越来越下乘。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正式确认，伊朗宣布的铀浓缩率提升至60%，并且还会在4月11号刚遭遇袭击的纳坦兹核研究所的设施上再部署1000台离心机。伊核协议一直以来都约束着伊朗，但是后来美国开始不讲武德，伊朗也就干脆甩开了膀子干，把自己的核研究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甚至在近1年的时间，伊朗的铀浓缩率从低至个位数到如今的60%，超过了一半。不过这样一来，以色列就不高兴了。在4月11号的时候，伊朗那多灾多难的纳塔兹核研究所就再一次遇袭。据悉，这次纳坦兹的电力系统被攻击，以至于出现故障的幕后黑手是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其实这已经是纳坦兹第几次遇见袭击了，以色列每次都对着这里出招，不毁掉伊朗的核设施是誓不罢休。不过如今看来，伊朗终于要开始强势反扑，不仅对以色列的货船开火，还再次把自己的浓缩铀率提升至1半以上，明摆着就是对以色列说，你就炸吧，炸了我就继续装，并且还要继续提高铀浓缩率。这回应真的绝了。而且伊朗这个强势反扑，还直接在以色列一直意图会毁掉的纳坦兹核设施上再次部署1000台离心机，而这些离心机必然会给伊朗的核研究带来更大的可能性，让以色列的算盘全部白费。当然，对于伊朗来说，铀浓缩率一旦提升至60%，也就意味着伊朗在不久之后就完全有能力制造核武器，成为下一个有核国家。这对于以色列和正在和伊朗谈判重回伊核协议的美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其实，在关于美国重回伊核协议的事，目前虽然在谈，但是一直都困扰在美国不想撤销对伊朗的制裁。但是目前也有不少国家表示要站在伊朗这一边，要求美国快点撤回制裁，其中就有中国和俄罗斯。而如今再加上伊朗很有可能要成为下一个有核武器国家，美国和伊朗在谈判上的地位就要掉个头。美国必然是巴不得快点议和，才好继续压制伊朗发展核武器。但是这种关键时刻，伊朗会不会同意，那就真不好说。毕竟一旦有了核武器，伊朗在世界上的话语权绝对比现在要大多了。